北接杭州，南交义乌，位于浙江省中北部绍兴西南的诸暨，作为越国故地，群山环抱，水网密布。诸暨人讨山野，依河湖，从古至今都吃得很好。这座卧虎藏龙的小城，本地坚果，历史直溯恐龙时代，有几千家面馆，碳水密度恐怖如斯。用高度白酒能再酿出一个镇，也用豆腐包西施，包百年非遗。诸暨人的一日三餐，精彩的刚柔并济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晨之计在于吃。诸暨人精彩的一天，可以从一个叫马涧的小镇讲起。有志在马涧处务杭越3郡之交，为南省最盛地，地盛其产必齐，其人必杰。马涧豆腐包便是其中一奇。在诸暨，豆腐是最常见的食材，也是最能上桌的食材。爱吃豆腐的马涧人不仅让豆腐包摇身变为过小年的必备佳肴，绍兴特色餐饮10大名菜也成了诸暨的百年非遗。在马涧，无人不知马涧代史，令人垂涎欲滴的非遗手艺。店长戴建以一己之力传承家学。我年轻的时候是没有想过做豆腐，到后来呢，就是觉得父母年纪也大了，然后我们这一项手艺是到我父亲这里传了，是第3代了。这个手艺就是说，我们马涧镇又没有其他人做，所以我那时候还是考虑，就是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。戴建做的手工五香豆腐包，以甘香鲜嫩营养诸暨。从点卤开始就是他的拿手好戏，缓缓滴落的卤水使分散的蛋白质颗粒很快凝聚到一起，豆花出现了。大约10到15分钟，豆花与豆花相互挤压，就形成了豆腐。热腾腾的豆腐变凉失水，口感也会更为涩口干瘪。于是包豆腐包成了门与时间赛跑的手艺。事先将去皮瘦肉放入盐、葱等剁成肉松备用，趁着豆腐新鲜，快速将方形纱布包入适量豆腐脑，中间塞进备好的肉松，上面再铺一层豆腐脑，加工成4方形状。待所有成型的豆腐包整齐放于面板后，再用一块平板盖在上面，用合适的力道将其压平，使多余水分能够成功沥出，达到包内的豆腐、肉松、水分的完美平衡。精进、磨、滤、煮、扬、裹、炸等10多道工序，嫩滑的豆腐裹着新鲜肉料，喝着烧开的水，适量盐、油、酱油，咕嘟10分钟，开吃。做好的豆腐包鲜滑爽口，吃起来也有讲究，夹起来一口一口咬着吃，才尝得到豆腐鲜滑的里、韧性的皮，入口一齐，落味提气。无论游人尝鲜，或是游子归乡，马涧豆腐包必吃的诸暨烟火味。当早餐摊位流动到诸暨市区，请不要放过品尝藤羹的机会。卷着吃，煮着吃，甜着吃，怎么吃都有面儿。藤羹是诸暨独有的美食，是诸暨的早餐味，也是诸暨的年味。秋节就是吃着外婆的藤羹糖秧长大的。外婆呢，就是到过年过节的时候会蒸这个藤羹跟糖秧，一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快要过年了。拿着那个藤羹皮，炭火上面烤，一直把它烤到很脆很脆。外婆呢再给我撒个一点盐啊，涂个一层猪油啊，就很香很香。长大了，他继承着祖辈衣钵，将诸暨与外婆的味道具象成响街市集上的一家藤羹糖秧店。就是把那个大米浸泡个6、7个、7、8个小时，然后再用那个磨浆机把它磨成米浆。然后呢，就是用大灶台，我有一个竹编的啊，就是专门蒸这个藤羹的。
把它蒸制成型。藤根的嘛，可以直接卷菜，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菜，就是咸菜豆腐，直接可以卷来吃。白嫩藤根裹上雪菜豆腐，热腾腾拿到手，满口香、糯、鲜。藤根之于诸暨人，就像粿条之于汕头人，早已不是填饱肚子这么简单。卷着吃是卷饼藤根，煮着吃是面条藤根，甜着吃是点心糖秧。藤根呢，其实就是糖秧的第一步，糖秧的表面那一层嘛，然后中间还有那个豆豆跟米浆混合在一起的，然后第3层还要浇一层那个上面的一个米浆，做一块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吧，差不多。还有好多种新的味道有南瓜的，有红糖的，还有那个蔓越莓的，山楂味的都有。对于我来说，我对诸暨的感情就像我的糖秧一样，想到就会甜在心里面。藤根糖秧的种种吃法，都是对家乡水土所产的珍惜。7月半，藤根糖秧蒸2碗，竹编的簸箕一架架，香甜的藤根一盘盘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忧愁，填饱肚子，吃个滚圆。午餐不绝，打面解决。在诸暨，如果有什么可与藤根糖秧一战的，一定是刺屋打面。诸暨，一座被刺屋打面承包的城市，诸暨人1日3餐皆可打面。600年前，朱元璋路过诸暨刺屋镇，盛赞了这碗吃不厌的刺屋打面，从此打面名声大振。建德打面馆，一家本地老牌夫妻店，诸暨人重手艺，打面要讲传承，拜师傅。到次午去拜师傅，师傅拜好了就打。那个时候不会烧饭，然后姑娘那里学嘛，问师傅娘我学不学得会啊？在浙江的面条宇宙里，诸暨刺屋打面的画风是集结江南温婉与北方粗犷的究极进化体。面条千锤百炼，粗中有细，浇头一碗一烧，刚柔并济。一般刺屋打面那个夫妻店都是这样的，老公打面，老婆烧面，老婆灶头归老婆，然后外面的活归老公。这打面是名副其实的去打面团，用一根1米多长、直径4-5公分的棍子，来回赶压面团上下跳动，反复捶打1000次，才能打出薄而韧的面皮。到了切面的工艺，又要注意切太细容易断面，切太粗面的嚼劲又不足，一切都要正好，切出来的面条才劲道。经过上千次捶打与手工切制，刺屋打面早已在 next level。面条微微卷曲，下块一挑，入口的每一根满满面张力。除了面好，刺屋打面的宜人性也必须拉满，它能最大程度兼容天南海北食客的口味。北方人吃面吃的是粮食的滋味，对应技法的口感；南方人吃面似乎总是押宝口味丰富的浇头。就属刺屋打面偏要连着面带浇头一起烧，有着2手都要抓、2手都要硬的诸暨气魄。没有人能逃得过这个经典梦幻组合。韧劲十足的面条，炸得酥脆的皮卷，应季的菜肉，吸饱了整锅裹着河鲜的浓郁骨汤，再配上嫩青菜与自制咸菜，生活疲惫，面条有味。老公打面，老婆烧面，一间温馨的夫妻打面店是他们人生的道场。我说这样刺屋打面馆太平常了，不出名，出名了也不知道是谁。我说我一定要把你的名字发扬光大。然后到上面来就开了，我就取了我老公的名字，我说建德打面馆好了。可能是我们这个面店年份开的长，大家都知道这里有这样一家面，他们反正不管多远都要过来吃一下。有的嘛就我反正回诸暨就要来你家吃面条，他这样说的。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碗来自家乡的面，它属于一切欲吃不觉、心照不宣的时刻。再往诸暨的东南方向走一走，岭北盐焗鸡会向你招手。这道入选诸暨市非遗的美食，发源于山林环绕的岭北镇，是当地的现象级美食。一把盐，一只鸡，下锅干焗，就足以让鸡皮咸脆，骨肉甘香。岭北山庄的老板周忠成，见惯了不少驱车几百里上山，只为一品其味的时刻。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岭北人。盐焗鸡呢，我们就都是没有生过蛋的啊，那种就是在山上跑的那种鸡，在整个诸暨已经是都是家喻户晓，每年的销售量啊在10万只以上。地道美味来自天然的好食材。岭北地广人稀，山却多，只有本地散养在山里有200多年历史的矮脚鸡才是不二之选。完全是靠我们这个原材料好，也非常符合就是等我们现在当地的健康的理念。我们这个鸡呢，在山上跑的吃的是虫子是玉米，所以就都是这个运动量比较大。这样的话就都是它生长的速度很慢。除了控制矮脚鸡的饮食和活动，岭北人做盐焗鸡对鸡的年龄、体重也颇为看重。我们这个盐焗鸡的话，就是都是5到6个月，就是在下蛋前跟刚好要下蛋的时候，做盐焗鸡，这种鸡是最好的。我们都是当地的那种散养的，就是土鸡。因为现在等于是有些品种你比方说养个5、6个月、7、8个月，可能就等于是有4、5斤、5、6斤的。但是我们这个本地的那个土鸡呢，就等于你养个2年、3年，它也都是3斤左右。岭北盐焗鸡的做法独特，看似简单的烹制步骤，却对时间与火候的要求格外讲究。先宰杀活鸡冲净，直到膛内无杂质，再将整鸡悬挂到通风处，自然沥水晾干。因为如果是不风干的话，比方说洗好了马上拿去煮的话，那这个鸡很湿的嘛，就会等于是很咸。铺盐是做盐焗鸡的重中之重。盐我们都是黑盐，我们开采的盐要香一点。我们一般的话，一锅鸡是12斤盐左右，相当于一锅鸡就是等于一只鸡就是要1斤2盐，锅上铺上2厘米左右的一层盐，再然后把这个盐呢就烧一下，它腌起来了腌起来以后，我们这个鸡就可以下锅了。10只鸡依次下锅后，在顶层撒2厘米的厚盐，开始正式干焗。我们这个鸡都是干焗的，锅里就是不放水的，除了盐就是一只鸡，所以我们这个鸡吃的非常健康，就是一把盐煮出的美味。干焗的烹制手法是鸡铺盐后的关键一步，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岭北人对火力的妙用，对燃烧节奏的把控。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就是，先用大火烧1个小时左右，然后再焖个半个小时。整个过程反正都是从下锅到出锅，大概是1个半小时左右，一直到这个鸡好吃了出锅了，再打开锅盖，不需要翻动的。如果是时间烧得太长的话，也变柴了。就是出锅时候吃的话是最好的。出锅，秸秆飘香，肉质油亮。用筷子从鸡的尾部向头部方向戳入，刷子仔细掸去鸡身上的海盐。经过1个半小时的干盐焗烤，锅内的饱满盐粉已经慢慢渗透到鸡肉的每一丝纤维里。鸡肉鲜香，皮脆骨酥。除了鸡的香味跟盐的香味以外，没有另外的味道。半干剔透的盐焗鸡鲜而不腻，保留了岭北矮脚鸡最本真的味道。人在诸暨，嘴很忙。诸暨市下午茶一定要来几颗香榧。
尝过的嘴将打败99.99%的其他地区嘴。香肥一直以来的话，基本上是我们在江浙沪一带才小有名气。中国现在已经有12个省市已经在发展香肥产业了，而且发展得非常好。作为包邮区喜闻乐见的坚果，香肥是我国最古老珍稀的坚果之一。香肥树作为我国原产树，从侏罗纪时代活到现在。古香肥群也是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。诸暨香肥之乡，出产了全国60%的香肥。你甚至可以吃到唐宋时期的古树结出的果。每年9月白露时节，都是采摘香肥的好时候。这对于村上的每家每户都是一件大事。香肥老树形状奇异，挺拔高大的可达20米，树枝像伞骨一样向四面八方伸展。肥农们会架上一把竹制的蜈蚣梯，徒手爬树，不像河道能用竹竿敲打采收。香肥老树的果实要小心翼翼地逐颗采摘。同一个枝芽上长着3代果子，所以采摘时不能碰掉没有成熟的2代，影响来年的丰收。要制成一颗优质的香肥，发酵除色、去皮清洗、铺晒风干都要手工完成，否则会影响炒制后的香味、口感。高品质香肥会沿用世代传承的双炒法，1炒3分熟，浸泡盐水至透亮，再冷却。2炒控火后，过嫩硬，过焦苦，以盐提炼出本身最天然醇香的味道。打开香肥，黑色仁衣就会自然脱落，果仁清甜松脆，久吃不腻。冬天也正是吃香肥的好季节。如果碰巧路过诸暨，一定要买包地道的当季香肥做下午茶。在诸暨市安华镇，天冷了，牛桃汤的生意会立马兴隆起来。这里的牛肉远近闻名，牛桃汤更是首屈一指。诸暨安华人周师傅从事安华牛桃汤的餐饮已经将近20年了，手里的牛桃汤熬得炉火纯青。实际上牛桃汤就是牛杂汤，我们南方只有我们诸暨安华跟金华这方向有，因为我们这边的人的性格他比较直爽彪悍。越国被吴国侵占以后，就是说把铁锅这些东西都收走了，然后就是说这个牛杀了以后，这个肉基本都是要奉献给吴国的，然后剩下的下水啊、骨头啊这些东西留给我们越国的人享用，所以说用陶罐炖了这个下水跟牛骨，才有了这个牛桃汤的称谓。一碗地道贴味的牛桃汤，靠的是熬满2小时又焖够2小时的耐心。沸腾的高汤，肉香扑鼻，切好的牛肉筋肉分明，随手撒的香菜，增添了入口的灵动清新。正宗安华牛桃汤，吃的是牛肉的原始鲜美，品的是牛汤的温润滋养。就是这个东西本身是高热量的东西，很鲜美的。我们是牛臀骨，然后是牛心、牛肚，清洗以后，然后再放入大锅里边，经过2个多小时的熬制。大火煮沸，搭配小火慢炖，能最大程度让牛肉牛杂充分吸收汤汁的味道，同时避免汤底变得浑浊。等到牛骨中的汁水都熬出来，新鲜牛杂也可以陆续出锅了。将煮熟的整块牛肉牛杂依次捞出，放置在案板上，分类切成适合入口的大小，也便于均匀入味。码出一盘牛肉牛杂，再取一勺牛汤，加水入锅，将切好的主料下锅，大火煮开，小火加盐调味。长时间熬制的牛汤汤底
出乎意外的清澈，牛肉牛杂的口感也恰到好处，在难以咀嚼与软烂破碎之间，取得了微妙适口的劲道感。霜冻格格，牛汤嘎嘎，一碗热腾腾的牛桃汤，就是安华人的暖冬神器驱寒秘方。而如果可以具象化，一顿肚圆心暖的夜宵，在周师傅的牛桃店里就是一盘糖醋饺子。有很多晚上跑过来吃个夜宵糖醋饺子。没有一个南方人能拒绝糖醋，也没有一个诸暨人能拒绝糖醋饺子。酱汁浓郁，微微焦脆，裹满糖醋汁的饺子用酸甜中和了传统饺子中肉馅带来的厚重本味。先蒸后炒的烹饪手法让糖醋饺子比蒸饺爽滑软糯，比煎饺层次丰富。其实糖醋饺子就是糖醋馄饨，因为我们那边啊，就是诸暨的安华，过年都要晚上包这个饺子，正好正月初一，它是一碗菜。一勺馅料，一张面皮，双手对折，向内一窝，一只糖醋饺子已初具形态。包到焦山焦海，便可以让饺子们接受蒸笼的洗礼。蒸熟的饺子热腾腾，白糯糯，此时便可以另起锅热油，让醋、白糖、酱油在愉快的酸香锅气中充分融合，直到饺子们可以加入这场温馨的三方会谈，直到软糯的饺子裹上浓稠的酱汁。一个西施豆腐，一个糖醋饺子。正月里客人来了，家里必须要备这2碗菜的。作为西施故里，西施豆腐或许才是最能代表诸暨的美味。将所用辅料炒熟，随后倒入嫩豆腐，高汤烩煮，淀粉勾芡，用盐、胡椒粉调味，酱油着色，至锅内噗噗有声，粘成稠状，一道西施豆腐便在香气四溢中做成了。这盘常年蝉联本地宴席榜1的豆腐羹名声在外。豆腐滑润鲜嫩，笋丁脆生清爽，挂着宽汤厚汁的豆腐口感丰富，层次分明，做饭做菜都精彩。在诸暨，掉下个坚果都得是原汁原味的。藤羹糖秧、打面牛汤、饺子与酒都能3翻4抖。在诸暨，口口相传的是西施豆腐，口口相传的也是舌尖历史。在诸暨，自然即是风味，美食即是相逢。人们在一日三餐中与越国故地相逢，与诸暨性格相逢。人人都是大饕，人人都讲究。